安与王玉文再现青春迷茫，爱是愤怒还是救赎？在青春爱情电影百花齐放的当下，爱是愤怒无疑是一股清流。它不仅仅是一部讲述爱情的电影，更是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。由王安宇和王玉文主演、导演，李泽林携手监制，张一白将这部电影打造成一幅充满诗意的青春画卷。而电影最大的亮点之一，便是它对揭阳文化的深度挖掘，从潮汕传统到莺歌舞，从古色古香的街道到人文气息浓厚的巷弄，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部电影多了一份独特的灵魂。电影《爱是愤怒》最令人惊喜的地方，莫过于它对揭阳文化的深入呈现。许多爱情电影往往只注重人物关系，而忽略了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，导致故事变得单薄而缺乏根基。但这部电影却巧妙地借助揭阳的独特文化背景，赋予了爱情故事更丰富的层次和更深刻的意蕴。揭阳不仅是主角们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地方，更是他们成长与蜕变的重要见证者。莺歌舞作为潮汕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，在影片中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撼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象征。影片中，男主角阿远最初对莺歌舞一无所知，但当他真正踏入舞场，看到那些身着战袍、挥舞鼓槌的舞者时，他被深深地震撼了。那种刚烈、力量感十足的舞蹈风格，仿佛是一种生命的呐喊，也是一种灵魂的释放。莺歌舞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艺术，更是一种潮汕人骨子里的信仰，那种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，每一个鼓点都像是在诉说着过去的艰难岁月。对于阿远来说，莺歌舞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震撼，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。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，思考自己该如何面对现实的挑战。电影通过这种传统文化元素，向观众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青春不仅仅是迷茫和爱情，更是对生活的一种战斗，就像莺歌舞一样，需要勇敢地跳出属于自己的节奏。揭阳的街头巷尾在电影中占据了重要位置，石板路、古祠堂、青砖瓦房、红灯笼悬挂的小巷，这一切都为电影增添了诗意的氛围。阿远和阿沁漫步在这些街巷中，谈天说地，分享彼此的梦想和困惑。导演以一种细腻的镜头语言，让观众仿佛也置身其中，感受到这座城市独有的韵味。尤其是电影中的一场雨夜戏，阿远在小巷深处等待阿沁，两人相遇时，灯光映照在湿润的青石板上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温度。这一刻，揭阳的古朴与他们的情感交织在一起，让观众深深沉浸其中。这种氛围的营造，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，也让人们在观看时，仿佛能触摸到爱情最本质的模样，朴实而深沉。电影中也不乏美食文化的展现，潮汕牛肉丸、蚝烙、粿条汤、双拼卤味，这些美食不仅仅是揭阳的一部分，更成为了人物情感的寄托。在一场关键的戏份中，阿沁带着阿远去品尝自己最爱的果汁，他一边吃，一边讲述着小时候妈妈带他来的故事。那一刻，食物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工具，更是一种情感的连接，让他们在彼此的过去和记忆中找到了共鸣。这些文化细节的呈现，使得电影的情感更加饱满，不再只是空泛的爱情，而是带有深厚地域特色的情感叙事。揭阳这座城市不再只是电影的背景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角色，见证着青春的悸动，也包容着年轻人所有的彷徨与成长。电影中，阿远和阿沁的爱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宠或苦恋，而是充满了现实感与挣扎的爱情。它展现了青春时期爱情的冲动、矛盾、误解和成长，让观众在感动的同时，也不禁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一段青春故事。阿远的角色设定非常接地气，他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完美的男主角，而是一个有点迷茫、没有明确方向的普通大学生。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，甚至对爱情也有些胆怯。在和阿沁的相处过程中，他不断地自我怀疑，我真的配得上他吗？
这种不自信，在很多现实中的年轻人身上都能找到影子。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卑而逃避，或者因为害怕受伤而不敢靠近。但阿远的成长轨迹让我们看到，爱情并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在相互影响和成长中变成更好的自己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莺歌舞练习场的那场戏，他看着那些舞者坚定的眼神，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么迷茫下去了。青春应该是燃烧的，而不是被恐惧与犹豫所束缚的。阿沁的角色充满了独特的魅力，她是一个极具艺术气息的女孩，热爱舞蹈，向往自由，但现实却不断对她施加压力。她的家人希望她走一条稳定的路，而她却渴望在舞台上绽放光芒。她和阿远的爱情并不是简单的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那么简单，而是一种灵魂上的碰撞。他在阿远身上看到了自己最初的影子，那个渴望突破现实束缚的自己。然而，在爱情与梦想之间，他并非毫不犹豫，他也挣扎，也害怕，甚至在某些时刻，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。他曾对阿远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放弃我的梦想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这句话让人心碎，也让人共鸣。现实往往让我们不得不妥协，但真正的爱情，或许就是能在彼此的挣扎中，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。电影中，两人的爱情既有甜蜜的瞬间，也充满痛苦的抉择。他们一起在夜色中奔跑，在莺歌舞的鼓点中牵手，但也在误会和现实的拉扯中走散。最令人揪心的一幕，是阿沁在雨中独自离开，阿远站在原地，眼神里充满不舍和悔恨。这一刻，电影并没有用煽情的音乐去刻意催泪，而是用静谧的画面和角色的表情，传递出最真实的情感。他们的故事，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，关于青春，关于成长，关于那些年我们爱过的人。在当今电影市场，青春爱情片层出不穷，但爱是愤怒能够脱颖而出。关键在于，它并没有停留在青春恋爱的表面，而是将文化作为一条隐藏的脉络，贯穿整个故事。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电影的层次感，也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文化认知和情感共鸣。首先，莺歌舞在影片中的象征意义十分深刻。莺歌舞作为潮汕地区的传统舞蹈，拥有强烈的节奏感与阳刚之气。在电影中，这种舞蹈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，更象征着主人公们内心的挣扎与成长。阿远最初对莺歌舞并不了解，甚至觉得它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，但随着他对这座城市的深入探索，他逐渐被这种舞蹈的力量所感染。莺歌舞的每一次鼓点，都像是在诉说着内心的愤怒、激情和梦想。阿远最终站在莺歌舞的队伍中跳动的那一刻，他不仅是在融入这座城市，更是在找到自己的归属感。他的成长并不仅仅依赖于爱情，而是文化的力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，让他变得更加坚定和成熟。其次，电影在潮汕文化的展现上做到了细致入微。从阿远和阿沁漫步在揭阳学宫，讨论着梦想与未来，到他们在夜市里品尝潮汕牛肉火锅，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。潮汕文化不仅仅是背景板，而是成为了一种情感表达的载体。导演用这些生活化的片段，让观众更加贴近电影角色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这座充满魅力的古城之中。除此之外，电影的摄影手法也值得称道。导演通过大量手持镜头的运用，使得观众能更贴近角色的情绪波动。同时，电影在色调上也做出了独特的处理，白天的揭阳色彩明亮，充满活力，而夜晚的揭阳则多了一丝朦胧的温柔。这样的视觉处理，使得电影不仅在故事上充满感染力，在视觉呈现上也极具观赏性。尽管电影在文化融入上表现出色，但在剧情节奏的把控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。首先，电影的前半部分铺垫较长，尤其是阿远和阿沁的感情发展，显得有些缓慢。观众期待看到他们的感情戏能够快速推进，
但影片花费了大量篇幅来塑造他们各自的生活与成长背景，导致主线剧情显得有些拖沓。当然，这种铺垫是有其必要性的，它让角色更加立体，但如果节奏能够再紧凑一些，观影体验或许会更好。其次，部分情感冲突的处理方式略显套路。电影在展现阿远和阿沁的感情波折时，使用了一些较为传统的桥段，例如误会、争吵、分离，最终和解。这种情节安排虽然能够制造戏剧张力，但在如今的青春片中已较为常见，可能会让部分观众觉得缺乏新意。如果能够在冲突的设计上更加创新，比如利用地方文化中的某种仪式或传统来推动剧情，可能会更加具有吸引力。总的来说，虽然节奏稍有拖沓，但瑕不掩瑜。电影的文化深度和视觉美感依然让它成为了一部值得观看的佳作。青春是人生中最美好，但也最矛盾的阶段。我们在这个时期充满激情，勇敢追梦，但同时也会感到迷茫和无助。爱是愤怒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，不仅仅因为它讲述了一段爱情故事，更因为它精准地描绘了年轻人面对人生选择时的彷徨与挣扎。阿远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他并不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，只是随波逐流地过着日子。然而，当他遇到阿沁，看到他坚定追求梦想的模样，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。他也曾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座城市，是否真的能够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爱情和事业。这样的心态正是许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。影片通过阿远的成长，让观众看到青春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一切都已确定，而是在于我们愿意去探索，愿意去犯错，愿意在失败中找到真正的自己。这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态度。电影中的爱情并没有被过度美化，它展现出了爱情的美好，但也展现了它的痛苦。阿远和阿沁的感情并非一帆风顺，他们会争吵，会误解，会因为各自的梦想而产生分歧。这种处理方式让这段感情更加真实可触。现实生活中，许多情侣也会因为生活方向的不同而面临挑战。阿远和阿沁的故事让观众看到，真正的爱情不是没有矛盾，而是在矛盾中依然愿意理解和包容对方。这种情感的真实感让很多观众在观影后纷纷感慨，仿佛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文化的深度融合，电影不仅仅是一部青春片，更是一次对潮汕文化的深度探索，让观众在欣赏故事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。真实而动人的情感、爱情、成长、梦想，这些都是年轻人最关心的话题。电影用最细腻的方式呈现这些主题，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。视觉与音乐的完美结合，莺歌舞的震撼场景，潮汕古城的美景，加上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曾有过一个像阿沁一样的人，带给你光亮，鼓励你去寻找真正的自己。也许我们都曾像阿远一样迷茫，不知道未来的方向，但最终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。如果你也被这部电影感动了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支持更多优质内容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一起探索更多青春的故事。愿你在青春的道路上勇敢前行，不负热爱。